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是你们艾特我测试的一款充电器。说实在的，这些小品牌的产品，咱们测试的数据好的话就不说什么，如果测试出来的数据不好看，甚至超标的话，这些人就会想尽办法的投诉我，让这个视频下架。我也是很无奈的，没办法，你们想看我就安排，谁让你们是我的铁粉呢？有你们的支持，才有咱们这个频道1年多以来的成绩。老铁们，记得把一键3连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开箱这个某平台的40瓦双口充电器。这个充电器牛皮纸盒的包装很简单，这里有品牌的 logo， 我也不报这个品牌的名字了。这上面有规格信息、使用说明，还有下面一些认证信息。撕掉外面的膜，我们打开包装盒，这么大一个盒子装这么小一个充电器，是不是有点过度包装了？盒子里面啥都没有了，充电器装在一个环保的袋子里面，这个就是充电头本体，折叠插脚的设计，这一部分为磨砂材质，下面是光面的材质。充电器2个充电口，一个 Type-C 口，一个 USB-A 口，内部的舌片都是橙色，这上面有银色的过渡材料的一个点缀。充电头表面没有任何品牌的 logo， 充电器的宽度为 33.9 毫米，也就是34毫米吧，这边也是34毫米，高度为37毫米，连插脚的高度是53毫米。充电器的重量为 57.9 克，整体外观都做了圆弧倒角的设计，整个充电器拿在手上的话还是比较精致的。规格信息写在这一边，输入规格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，输出规格 Type-C 口最高20伏2安40瓦，USB-A 口也是40瓦，这里还写了一个 PPS， 最高也是40瓦。下面是制造商信息，下面则是一些认证信息，不要扔下垃圾桶，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，非热带地区使用，双路绝缘，室内使用，还有一个3C 认证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充电器的外观部分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，就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。测试部分内容，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一个充电器2个充电口它所支持的充电协议的情况。这个是它 Type-C 1口充电协议支持的情况，有高通 QC 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20伏，华为的 FCP 5伏、9伏、12伏，最高功率可以到40瓦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SCP 3.4至21伏的66瓦功率，竟然可以支持到66瓦呀！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三星 AFC 5伏、9伏、12伏，最高功率是24瓦。PD 3.0 40瓦 ，PPS QC 4加。PD 3.0 点进去，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20伏2安40瓦。PPS 档位有2个，一个3安的和一个2安的。然后这个 DCP 和 Apple 2.4 2个基础功率。这个是充电器 A 口的协议的情况。高通 QC 3.0 的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20伏，华为 FCP 的5伏、9伏、12伏，最高功率也是40瓦。华为 SCP 的66瓦功率，这个也是有的啊。我们随后就测试兼容性。三星 AFC 的5伏、9伏、12伏，最高24瓦功率。DCP Apple 2.4 2个基础功率。手机的兼容性的话，首先我们就是用这一个荣耀60来测试它这个华为的 FCP 和 SCP 档位的兼容性。这个充电器显示有66瓦的超级快充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启动。A 口我们用华为的原装的6安数据线，手机现在也是低电量的模式，显示了 Max 40瓦的快充，真实功率的话也就在21瓦左右啊，并没有达到真正的40瓦的标准。显示的40瓦如果跑到30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个功率的话肯定是有点虚标。我们再来看看 Type-C 口，一样的只是显示了40瓦的 Max， 真实功率跟 A 口是一样的，也就是21瓦左右啊。这一部手机是米家的设备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率有多高。首先是 C 口，显示的快速充电功率的话可以跑到24瓦左右吧，走的是 PPS 的。我们再来看看 A 口，一样的显示快速充电，这个功率的话就低了啊，就是一个 QC 2.0 的9伏的档位，功率的话只有10瓦左右。这一部手机是荣耀300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能支持到多高的功率。目前这个手机还有55的电量，如果是高功率的话它也会启动的啊。首先我们来看 C 口，没有快充图标显示，功率就是5伏的基础功率啊，连 PPS 都没有启动。我们再拔插一下，还是一样的，功率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 A 口，有个超级快充的显示，真实功率的话跟前面华为一样，大概在21瓦左右。这部手机是绿厂 OPPO 家的手机，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，实际功率的话在13瓦左右。我们再来看 A 口，既然可以走 SVOC 协议啊，这个是 vivo 家的超级闪充，启动到了32瓦真实功率。这部手机是蓝厂的 iQOO 手机，
它可以支持 UFCS， 也可以支持 PPS。首先我们来看 Type-C 口，但是似乎这个功率的话还是没有多高啊，它是个5伏的基础功率，应该是协议不兼容的原因。我们再来看 A 口 ，A 口显示正在充电，功率的话14瓦左右 ，QC 2.0 的一个协议。这一部手机是三星的 Note 10加 ，Type-C 口可以显示超快充电 2.0， 真实功率的话大概在13瓦左右。我们再来看 A 口 ，A 口只显示正在充电，真实功率的话大概也就是个5瓦左右吧。手机部分的实际充电测试，我们就用这一个 OPPO 的手机来测试它的大功率，这个苹果13 Pro 来测试它的 PD 协议的一个充电测试。充完这两部手机，我们再对它进行烤机。OPPO 的手机它可以支持 S-Voc，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 8% 的电量，我们充电采集数据。这个 A3 Pro 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最高的峰值功率是32瓦功率，大概充了15秒钟，马上就降到29瓦的功率。充了2分多钟过后，又降到27瓦的功率，又充了大概3-4分钟时间。后面的话就是25瓦到28瓦的功率，持续在充电，一直充到 90%，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从 8% 的电充到100的电，一共花了45分钟时间，充电速度还算可以吧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，充 OPPO 的手机30瓦左右的功率，它的温度最高的时候是 43.5 度。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在13度左右。这部手机是苹果13 Pro， 我们用它来采集 PD 20瓦左右功率充电的数据。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15%， 我们看它充到 80% 要花费多长时间。这个手机电已经充满了，前面13分钟时间都是9伏9瓦的功率，后面的话在15瓦的功率左右，充了6分钟时间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，下降到10瓦的功率，大概充了10分钟左右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，充到 80%， 从 15% 的电充到 80% 的电，一共花了47分钟时间，也就是一个标准的苹果充电时间。我们看一下温度，充苹果手机温度不高 27.2 度，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在14度左右。现在是这个充电器40瓦满功率烤机的状态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已经足足运行了1小时43分钟。这个充电器刚开始拉它的功率的时候，最高只是38瓦，大概15分钟过后就一直稳定在40瓦功率，一直在运行。温度的话逐渐的稳定下来了，我们才停下来。温度采集线采集出来的温度是 53.8 度，基本上就是维持在53度左右在徘徊啊。这个最高温度的时候，我们用热像仪也采集了2张温度，一张是它表面的温度，最高温度为 59.2 度，同时它的充电口温度为78度。我们测试的时候，室内的温度仅仅15度左右啊，如果温度再高一点的话，这个充电器也是非常烫的。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个充电器最关键的数据，它的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。这个测完我们就直接来测试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。首先是110伏的状态，插电的瞬间浪涌功耗大概就是 0.1 瓦，经过1-2分钟的测试下来，它的综合待机功耗为0瓦。这个充电器110伏根本就是不工作的啊，咱们插上去，这个仪表是没有任何反应的，证明它没有电流输出来。换另外一个插口，一样的，这个仪表是没有任何反应的。我们另外拿一个充电器来试一下，小米的小布丁插上去，我们仪表就亮起来了。110伏根本就不工作啊，没有任何电流。这个充电器110伏没办法工作，我们就测220伏的。220伏插电瞬间浪涌功耗是 0.4 瓦，后面的话就一直都是0瓦。220伏综合的待机功耗也就是0瓦。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18.3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5.1 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3%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220伏输出31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26.9， 也就是27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%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41.1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6.2 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8%。15伏 2.67 安220伏输出 44.9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0.1 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9%。20伏2安最高功率40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44.3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9.8 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0%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文波输出的情况，这个也是老铁们最在意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网红的充电器，它的文波控制的怎么样啊？首先是 Type-C 口文波，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19.1 毫伏，
平均文波在 113.3 毫伏左右。9伏三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26.8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123毫伏左右。12伏三安36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48.5 毫伏，平均文波144毫伏左右。15伏 2.67 安40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49.5 毫伏，平均文波138毫伏左右。20伏2安40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44.4 毫伏，平均文波140.3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来测试它 A 口的文波。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13.1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109毫伏左右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27.8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124.2毫伏左右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48.4 毫伏，平均文波132毫伏左右。这个充电器的文波表现的话，只能说它符合国家规定的200毫伏标准以内。这个充电器测试咱们都测完了，说它是网红款也是名副其实吧。它的销量全靠都是那些网红主播带货带出来的，一股脑的吹，毕竟懂的人太少了。我们实际测试协议测试出来确实是很牛很丰富，真正的兼容性的话我真的不敢恭维，除了苹果和绿厂的 OPPO 的 S-Work 真的没啥了。就好比说华为的协议测出来有66瓦的 SCP， 结果呢实际只有20瓦左右。文波表现只能说它在国标范围之内，不超就是 OK 了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于这种充电器我也不评论过多了，数据做出来大家自己看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喜欢咱们这个频道的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